敢撩不敢认啊？我哪有不敢认啊？我那是……你来干什么？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女朋友管得严，不方便。干嘛来我头上啊？你们聊，我出去买点东西。真是可笑啊！我自诩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居然会喜欢上他这一款。如果你是来找不痛快的，你也看到了，请你离开吧。我来只是想告诉你，我虽然不相信网上那些无稽之谈，但我也不会放任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丹娘，只要你肯去到里昂，你就可以摆脱这一切。换个环境，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以前发生的事情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做你自己。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去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只要完成了进修，你回国之后会拥有怎样一片天地啊？你能不能不要意气用事啊？我考虑得很清楚。为什么？就因为唐一？那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算什么？还是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爱？什么是爱？我以为我们之间曾经也有过爱，直到你出国的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们之间不过是合适，是习惯，是责任。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男女之情。你不要告诉我你和唐一之间就有男女之情，你们才认识多久啊？啊，3个月，你就那么笃定你对他的感情不是一时冲动？他到底有什么呀？他不过就是一个要背景没背景、要家世没家世的底层小医生，他能给你什么？你看清楚，我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在你的世界里边，医生是要往上爬，是可以不在乎患者姓甚名谁，是要权衡利弊，提高科研效率。但是在我的世界里，医生就从来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治病救人。我见到唐一的第一刻，我就知道。你的手，先消毒消毒。没事没事，先处理病人。我帮你吧。没事，先处理病人。好。他和我才是一个世界的人。江天才，你是不是忘了，到底是谁陪你在实验室里度过那些日日夜夜？可你知道我从来就不想迈进那个实验室吗？我一看见那些实验数据，我就头疼。是你一直一厢情愿的认为，你陪我做了那些实验，我就会很高兴。林菲儿，一直是你，自始至终是你拉我进了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如果想念会说话，让它代替我说到死呀。你不爱我，我要你亲口说。你不爱我，不要你。
什么时候的事？1个小时之前，隔壁邻居送过来的，是急性颌下间隙感染。都怪我，他最近没怎么来医院复查，我就应该去家里看看他。你现在还在停职中，你别担心，陈医生在里面呢。儿啊，爸对不住你，没看好小春，也没照顾好你妈，爸有罪啊，爸有罪，爸有罪。蒋阿姨那么好的人，有罪啊！怎么会？爸有罪啊！爸有罪啊！怎么样了？怎么样？跟阿姨告个别吧。老年人口腔疾病患病率高，发展速度快，自我修复能力弱。但是人老掉牙不是必然规律，只要口腔内还有牙齿在，就应该坚持早晚刷牙。如果发现口腔内有牙龈红肿、出血、口腔异味、牙齿松动等问题，就应该及时就医，积极治疗，否则轻者影响口腔功能，重者引起全身感染，影响生活质量。蒋大夫，谢谢你这段时间陪着我们2个老家伙过家家。很多错过的遗憾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如果当年我也有机会和奶奶告别，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别跟你爸直气，好好相处，赶紧这个家，奶奶才能安心啊。蒋大夫，你是一个好人，要是我儿子将来回来的话，替我转告他，我在厨房等他脚的竹子里给他留了他最爱吃的野雪菜，让他记得回家看他爸。不要，不要！奶奶，奶奶，奶奶！老伴儿啊，
回家，跟我回家。大村小村还等着咱呢。我们想好了，怎样能帮助更多的人。时光幕没有被停止，我能救回的。听爸爸糟糕的我吧。景阿姨送来的时候，烂在回忆里已经太晚了。雨水交代又落下，随便是泪还是雨吧。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请路过我的世界，我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要注意柯大爷的口腔状况。是明是暗，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他做检查。是我的问题。如果我但凡再细心一点，也许这一切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天才，天才，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蒋阿姨她是糖尿病合并颌下间隙感染，这样的并发症本来就很难去预防，再加上发展特别迅速，我们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光阴抚摸过时间，太阳闪耀如从前，以为抓得住一切。他怎么样？萎靡不振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样。那你真的相信新闻里说的吗？当然不信了。你要的原视频我找到了，那患者家属我们都认识。萌萌爸爸，
牙齿于外伤断裂或脱落之后，应避免直接触碰牙根，会用卫生纸等物品包裹，应将其置于生理盐水或牛奶当中，或置于舌下，黄金30分钟之内可实现再治。小老板，这海螺怎么卖啊？唐毅姐姐，哎呦，唐毅姐姐，你今天不上班吗？那个帅哥哥怎么没来？你们两个吵架了吗？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我要先回答你哪一个啊？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小熊，喜欢吗？喜欢。唐毅姐姐，你没来的这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好好刷牙的。真棒！我在裴喜哥哥的直播间学了好多口腔知识呢。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那样的话每天都可以见到唐颖姐姐啦。怎么这么棒啊？哦，对了，你眼睛恢复的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啊？没有，我眼睛恢复的可好了。爸爸说我要一辈子记得给我捐献眼角膜的那个人。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帮助别人。哦，对了，宝贝，你能回答姐姐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啦。你跟爸爸去过平津吗？去过呀，我跟爸爸去进货。你看，我还摔掉了一颗牙呢，是一个医生哥哥把我送进医院的。那个医生哥哥可凶了，但是他的手又大又暖，跟唐颖姐姐一样。唐医生，您怎么来了？周师傅，爸爸，你看，这是唐颖姐姐送给我的礼物啊。唐医生，有什么话，我们去那边说吧。拿好碗啊。周师傅，这不是真相吧？唐医生，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你和江医生的关系，但你是你，他是他，你不用替他说好话。周师傅，我们都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中间有什么误会，我们可以解释清楚。但是流言蜚语真的会毁了他的职业生涯的。没有什么误会，你看到的就是事实。他为了先救那个有钱人，就把我女儿丢下了。凭什么？我女儿摔得那么惨，满脸都是血，一直喊着疼。我一次次的求他，可他呢？他就是个冷血无情的人渣，他不配做医生。可你知道吗？就是你口中的这个人渣，他20岁就拿起了手术刀，他是平津医院史上最年轻的主治医师，他可以24小时连轴转8台大型手术，他可以为了一个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跟权威专家据理力争，就为了那1%的治愈可能。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因为患者的身份而区别对待呢？我跟你道歉。当时确实是我的问题，后来你女儿的手术顺利完成，但是我态度不好，没跟你解释清楚，是我不好。张医生，隔壁这个是秦院的朋友，先来处理一下。生命体征平稳，就先从 CT， 头颈胸腹全扫。这里不是有医生吗？医生，快！病人正在清创，谁允许他拉开床帘的？我是你们秦院的朋友，我儿子现在伤得很重，我希望你们先给他检查。啊！好渴。头盔面罩内有血迹，面部全未见开放性创口，可能会有口内损伤。别摘头盔。血氧多少？血氧88。开启第3通道，准备手术。好。医生，是我女儿先来的，她内伤还没检查清楚，我……哎，干嘛？你接手清创。好的。快带走。我之所以先救那个人，是因为我当时判断你女儿的情况暂时比较稳定，而那个人如果不立刻手术，她的生命就会走到终点。我知道我现在不管说什么，都无法弥补当时你女儿受到的痛苦，但这就是真相。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没有贫富贵贱，每个生命我们都尊重。
其实是我对不起江医生你。我知道你也是个好人，我真不是要故意要害你的。我当时就是气不过我女儿遭了那么大的罪，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后来有想站出来替你解释的，可我看到那些捐款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母亲躺在重症监护室，一天就好几千，我女儿的眼睛又看不见，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那些钱，我不该拿那些钱，我就不该拿，是我对不起你，江周师傅，我没脸见你。快起来，周师傅！我哥查到了那条新闻的背后推手。你先起来再说。你在感谢我没有把你做的事情说出去。周师傅，快起来！对不起你啊，江一。随你吧，不重要。快起来！起来！谢谢你。就打算这么离开了？不然呢？等着你这个胜利者来看我笑话。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人会追究真相。你用不着拿你医学世家天之骄子的光环来施舍怜悯。我程培阳做过的事，我认。就因为唐一？或许吧。在你出现之前，我以为我会是那个能陪他走到最后的人，可现实就是这么冷酷无情。你轻而易举就可以取代了我的所有。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不是谁的附属品。他喜欢和谁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我们是公平竞争。公平？公平？公平吗？公平吗？你们这种人，生来就站在巅峰，享受着最好的资源，享受着所有人的仰望。而我呢，我拼尽全力，穷其所有，想要到达的终点，也不过才是你们的起点而已。你懂什么叫一无所有吗？你懂什么叫笨鸟先飞吗？你见过你爸妈凌晨3点佝偻着腰蹬个3轮在街边卖菜的身影吗？你看见过你兄弟姐妹低声下气厚着脸皮去借钱的时候的卑微吗？你经历过连续8年每天只睡3个小时，在宿舍里半夜也要蒙着被子打着手电看书的日子吗？你没有，你永远也不会懂，因为你生来就拥有一切。是，我承认，我嫉妒你，我嫉妒的要命。我没有家世，没有背景，没有人脉，我最难的时候连一桶泡面我都分2顿吃。我努力奋斗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够和过去的生活说再见，就是为了能够让所有我在意的人都可以过得更好一点，
就是为了能够在我喜欢的人面前能够更有底气一点。我有错吗？我有错吗？为什么？为什么就连这一点点的希望都不能留给我？我从来没有觉得你低人一等，我也没觉得我自己高人一等。甚至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我可能做的还不如你。你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用愁，当然可以冠冕堂皇说这些漂亮话。你只看到我头顶上天之骄子的光环，但你看不到我背后小心翼翼过的每一天。就因为我父亲是江兆和，我从一出生就注定要继承他的衣钵。我没有你童年的无忧无虑，也没有选择自己兴趣的权利，甚至没有父母亲人兄弟姐妹的陪伴，我没有自己的时间。而我做的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配得上江兆和儿子这个身份。我每一天都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我生怕有一点差错。如果出错的话，同事就会觉得我是靠关系，我走后门。你觉得我就不累吗？你觉得我就不会觉得压抑和痛苦吗？我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但我知道我的未来该怎么走。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而是不想让自己遗憾。你呢？你这么多年的努力拼搏，就是为了超越我？那比我优秀的人比比皆是啊！难道你以后的每一天都要活在和他们的比较当中，去超越他们每一个人？我不管你信不信，但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假想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而我要做的就是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就足够了。自己的路，当初我以为，只要我有满腔热血，就一定可以帮到更多人。可现实呢？现实是，哪怕我拼尽全力，也改变不了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我学了8年的专业，苦练了10几年的技术，到头来在别人面前，甚至不如机器3秒钟生成的方案有可信度。我这么样到底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做逃兵的话，那我们这个行业还怎么发展？你觉得单凭我们俩就能改变这个行业的生态？不试试怎么知道呢？牙疼就是上火，那可不一定哦。饮食刺激、口腔卫生不良、心火、肝火旺盛、口腔感染都可能引发牙齿疼痛。如果牙齿疼痛持续不减或者症状加重，一定要及时就诊，切勿拖延，小病发展成大病。你还是不打算劝他去里昂吗？劝。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尊重患者的主诉。
他想留下，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10年前，我记得国内能做复杂口腔种植的医院屈指可数，那进口材料也是贵得吓人。但是现在呢，材料国产化了，价格也便宜了，老百姓也都能看得起牙了。我看着江天才面对那些患者露出真挚的笑容，这难道不比他收到李阳的邀请函更加有意义吗？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放弃。我爱了他15年，就算你们2个在一起，我也不会坐以待毙的。其实你每一篇关于术后镇痛优化的论文，我都读过好几次。我当时就在想，你是如何把麻醉做到这么精准的？一个能让患者在清醒状态下无痛完成手术的麻醉师，那对于我们口腔外科来说，简直就是守护神了。你犯不着恭维我。没有，一点都没有恭维。我经常在想，我如果自己能用最新的技术帮助一个先天性牙缺的小朋友，让他重拾自信，重获笑容，能够不再自卑地捂着嘴笑，那我自己也会很自豪，很骄傲。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各自领域里最亮的那束光。保重，林医生。如您所愿，满意了。陈佩昂才刚走，你就迫不及待地推我上位，这不把我架在火上烤吗？以后我怎么做人啊？你小子，少得了便宜还卖乖。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李昂的进修机会，是你让给人家陈医生的？为什么是综合科？颌面外科，否则免谈。年轻人，不要把平台当成能力，有才的人，在哪儿都是巅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嘛。毕竟他在专业上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那你就那么能肯定，他回来以后不会再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愿意相信，相信的力量。江医生，这个妇产病人来了。那你先忙，我随便逛逛。嗯，好的。来，让哥哥听一下啊。没事啊。嗯。只是肚子里面啊长了个小虫虫，哥哥带你去消灭它。走。哦。江天才，明明就是做一个口腔探查，你为什么给我整那么痛啊？你的这颗智齿，就跟你这个人一样，长得又丑又歪又野蛮。
那不使点劲儿，怎么看得清啊？哈哈哈！明明就是你技术不过关。你别出去乱说，让别人听到，我这个副主任的脸往哪儿搁？哦，那你给我个封口费呀。牙疼就要冰敷啊！我国口腔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口腔医生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责任越来越重大。我们不仅要提升我们的临床水平，更要加强宣传口腔健康的重要性。7月，你真决定去预防中心了？那儿的活可不比这儿轻松啊！我觉得宣传科普才适合我，我肯定要去。宣传科普才适合我，我肯定要去。别！像种植机器人、AI、数字医生这些高科技的应用，其实正在逐步改变我们传统的治疗方式，让医生的治疗更加精准、高效的同时，也让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有所提高。我不仅可以精准分析患者口腔状况，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还能看脸猜心，判断他们的情绪和需求，给予他们最贴心的关怀。看，我们的小伙伴来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各位可能都要拜我们兄弟为师了。真不愧是曾院培养的徒弟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可我倒觉得，这机器虽然精密强大，但更宝贵的还得是我们人，是我们各位中国口腔医生，因为我们有着永远无法被替代的温度和同理心。有车祸伤员即将送达本院，请各部门医生做好接诊准备。有车祸伤员即将送达本院，请各部门医生做好接诊准备。有车祸伤员即将送达本院，请各部门医生做好接诊准备。人们都行色匆匆，渺小的我该何去何从？就当我抬起头仰望天空，看见了一片晴空，低下头凝视深渊，看见了一片黑洞。所以说原来只有我自己能够去讲述，我也懂那一些伤人的总是有恃无恐，总有千万种面孔，要记得昨天的痛会成就今天的梦，而我终将成为冲破自由破茧的蛹，成为煽动翅膀山谷的风，我有属于自己的。截止2026年，我国注册口腔执业医师已突破35万人次，他们正奋斗在守护国民口腔健康的第一线，用专业与爱心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重绽笑颜。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指引下，未来5年，中国口腔医疗行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全民口腔健康管理的曙光已然可见。无良医生竟当众殴打患者家属，这个社会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有钱人的命值钱，我女儿的命就不值钱吗？要走我女儿！别再无理取闹，还不把她轰走！要么公开道歉，要么停职，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找麻烦。江医生面冷心善，我们都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江天才，你为什么不解释清楚？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离开就是在自毁前途？我毕业了，这个月回国，见一面好吗？明明是那个家属闹事在先，凭什么要江大天才背锅离职啊？肯定是这医生做了什么亏心事，否则他为什么要这么快跑？平津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哥，只要你不嫌我们这儿地偏庙小，来了这儿，你保管就是颌面外科副主任。
样的？什么情况啊？空调遇到的摔伤患者，赶快通知陈医生下来会诊。好。哎，你醒一醒，能听见我说话吗？有没有头晕胸痛？手脚能不能动啊？哎，你别睡，醒一醒啊！哎，你的手，消毒消毒。没事，先处理病人。我帮你包。没事，先处理病人。面部有软组织裂口。吸引器，快！我现在总算知道我儿牙的好了，至少不用面对这么血腥的场面。别废话，口腔打开。来，口裂黏膜撕裂，口里有血肿，舌体抬高，46、47牙槽突连带断裂，先送 CT。血氧掉到88了。我是平津第一医院颌面外科医生。口底进行性血肿引发的舌体后肿，气道阻塞。等你影像结果出来，人已经可以宣布死亡时间了。你该不会是第3名松10毫克进推，牵制尽快小号。血氧多少了？血氧90%。不好意思，刚下手术，情况怎么样？把他下巴拖住，准备牙间结扎钢丝。血氧94%。现在可以送 CT 了。颅脑、颈椎、胸腹都正常，下颌骨开放性多发骨折，伴有软组织前盾，情况倒是比预想的好点。那现在能手术吗？双侧下颌角骨折合并症状联合粉碎，但舌骨上肌群附着点完整，现在手术会扩大创伤区。不稳定型多发骨折，需可靠的恢复下颌骨的连续性。一旦骨折端移动，造成软组织的进一步损伤，加重血肿，就有可能造成患者窒息而死。患者的氧合指数刚过临界值，术中翻瓣会加重组织水肿。大医院下来的主治医生，不至于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吧？术中的组织水肿尚可以控制，但现在骨折端每动1毫米，血肿就要挤占5毫升的气道。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这点账算不烂。哟，大家都在呢，看来就不用我给你们互相介绍了。师傅，要是现在进行手术，那术中的风险概率……术中风险的概率再大，也大不过病人窒息的风险。我认可江医生的判断，准备手术。组织已经完全暴露，考你们个实操题：下颌角粉碎性骨折，下牙槽神经完全离断，咬合功能紊乱，怎么样在单次手术中同时保住神经功能和咬合关系？神经外膜缝合加3D 咬合导板牵引转换稳位，
拍板跨神经悬崖武林。哟，同步率还挺高的，有点意思。你这样入路会损伤髁神经的。看到这个45度斜面了吗？沿左侧走行剥离，比教科书上教你的至少要快30步。继续剥离。完美，师傅，您收工，剩下我来。下颌生殖区骨折端向后移位，有可能伤及面部神经，确定不继续探查伤情。你觉得呢？你不应该没考虑到，还有面神经损伤的可能吧？你俩换位，手术继续。周6的时间不行了，您看周1可以吗？啊，好，那我这边帮您约上。行。唐妹妹，忙着呢。哎，好嘞。哎，咱们院新来的那个江医生，你听说过没有？听说没？平津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最传奇的主治医生，手术成功率虽然是全科第1，但门诊投诉率却是全院第1，孤傲自大又不近人情。怎么？裴医生是想向他看齐啊？你看看，看男人的眼光就是有问题。我倒是觉得人家江医生潇洒不羁又有能力，比那个小肚鸡肠的陈某人好10000倍都不止。你再敢说陈医生试试？你这个女人这么暴力，除了我，没人敢要你。哎，唐医生，唐医生，唐医生，你怎么看？是吗？就今天新来的那位医生啊，他今天还在抢救室去。你手咋了？没事，应该是送患者来的路上被划到了。没事，我先去换个药。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没人。你不知道自己走错更衣室了？口腔综合科，你还真是什么患者都敢接啊！以后出门戴上眼镜，别吵闹。刚刚救人的时候不是手眼协调稳如泰山吗？怎么现在连更衣室都分不清了？需要帮您挂眼科吗？你有焦虑症？我知道，我昨天别说话。哎，黑姐，过来过来，来了。处理掉你那些坏心情，我陷进，指尖落在你耳边附近，我相信，忘记了提醒我深呼吸。
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病人现在血压120、60，心率56，生命体征平稳，没问题。有没有过敏史？没有。准备手术了。哎，好。老大，你这手术做得真好，长见识了啊，比之前快了整整15分钟。你和上次相比，进步的幅度不大呀。还是江医生厉害，师弟，你还得练啊。医生，我儿子怎么样？手术很成功。副总，我没说错吧？有江医生在，你大可以放宽心。是，张医生，谢谢你啊！今天幸亏有你，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就这么定了，请夫人一起吧。医生，辛苦了，辛苦了。我女儿呢？她怎么样了？你没看到她吗？我去看。怎么打人呢？有钱人的命值钱，我女儿的命就不值钱吗？你发什么疯啊！快打电话报警！讲讲良心好不好？明明你对我女儿的情况最了解，明明我女儿比她儿子先到，为什么放着我女儿不管，要先给有钱人的儿子做手术啊？医生，我求求你，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把我女儿治好，你让我给你做什么东西？医生，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哎，先生，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救救我女儿！先生，救救我女儿！先生，救救我女儿！先生，放手！医生，我求求你！无良医生竟当众殴打患者家属，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平津第一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治医生江天才在抢救患者过程中无视患者需求。抢救室为何会成为冲突高发区？是沟通机制的缺失，还是医疗资源紧张导致？我们结合最近在平津第一医院。为什么要动手？他是病人的家属，你是一名医生。你看见没？医者仁心，怎么就不能好好解释？如果我说我没有动手，你相信吗？你看看，你看看，这视频拍得清清楚楚的，你还狡辩？你必须公开道歉，解释你为什么要先救有钱人的孩子？你为什么就为了你的全国第一，你就对奶奶弃之不顾？如果你先给奶奶做手术，她就不会死，是你害死了她。面对亲人和患者，医生必须做出抉择，因为生命从来不会等待。可能是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当然要先救最有价值的。我，既然你那么恨他，为什么还要像他一样选择做一名医生？你心里不是应该最清楚吗？江天才，我告诉你，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公开道歉，要么停职。金刀奖马上就要开庭了，你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添麻烦。专科生育的排行马上要开始了。
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添麻烦。我辞职。医生，嗨，江医生，江医生，好帅呀！哇，这医生好帅啊！这是我们新来的医生。哟，江医生来了，我知道你挺厉害的。谁看他喝醉那样，我们几个人都抬不动他。早餐给你带了，傍晚一起去吃烧烤啊！改嫁一定让你跟他喝一场看看。哎，等一下！不是，他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怎么老是针对你啊？哎，让开！这赶不上了都。可能是怕我把咖啡又洒他身上吧。你也去4楼啊？那谁，你还记得我吗？我们昨天刚见过，儿牙、裴喜，我呀，你还记得我吗？哎，咱们大医院来的专家平时都这么惜字如金吗？要不咱俩加个微信？第一，我不叫 A；第二，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只是一个主治。第三，我不想和话多的人待在一起，尤其是你。第四，作为一名医生，即使不是专科，在昨天那样的情况，你应该具备基本的急救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像你和你的同事一样手忙脚乱、胡乱操作。我去，这骂人的逻辑比我的牙模还精！哎，我还没出去呢！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要用心专心，要心无旁骛，要把患者当成你们的父母。排除一切干扰，用心治疗。小江，昨天的手术表现得不错。像你这种人才来我们美恩医院，那可是来对了。你就应该在正确的位置上呀，发光发热啊！看看，为什么是综合科？综合科好啊，综合科可是我们医院的核心科室，那有多少人想求着我，我都不给。抱歉，我不接受。你是不接受，还是不敢呢？啊？颌面外科，否则免谈。年轻人。不要把平台当成能力，真正有才的人，站在哪儿都是巅峰。就综合科，爱干就干，不干走人。跟我俩玩个性，你还嫩了呢。